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吃不吃肉，这是一个在佛教中常被问到的问题。对于一般人而言，也总是喜欢以此问题作为讨论佛法的聊天素材。不过，若其中没有人能将此问题辩明，最后常会引起争执。例如，认为可以吃肉的，总喜欢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认为不可以的，则是吃肉为罪大恶极，万万以为不可。基于此，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虔诚的老修行坚持不沾荤腥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让我们看看吃不吃肉这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一天下午，妙法老和尚刚刚落座，一位头发稀疏灰白的老人就上前跪倒，还未开口就已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经众人劝慰，心情总算平静一些，开始讲述自己的问题，并向老和尚请法。他说自己一开始带领妻子、儿子和女儿走上学佛之路，很快就戒了一切荤腥，自己的业余时间也全部用在了弘法利生和诵经上面。而与之相应的，佛法也给他全家带来了很多好处。自学佛之后，他们家近10年不仅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发生，而且从不得病。为此，在和朋友聚餐时，常讲学佛吃素的好处，并对佛充满了信心和恭敬。老人在历数自己学佛的种种好处之后，突然思路一转，眼泪又夺眶而出。接着，他开始讲述半月前忽然降临到家里的一场灾难。他心爱的女儿突然吃东西就呕吐，去医院一检查，竟然是胃癌，而且已经扩散了，最多还有半年时间。医生经过多项检查后说，女儿的病是身体摄入的少，支出的多，积劳成疾，超负荷运转造成的。知道了病因后，他太太怪他，如果不学佛，也不会把女儿搭上。而那些本不信佛的亲戚邻居更是怪语四起，就连他自己也很是疑惑，自己到底是中了什么因，才有此恶报啊？老和尚听后缓缓答道：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绝无假话骗人。可为什么你家突然有此大难呢？这要问一下你自己，除了你刚才讲的女儿积劳成疾外，你自己一头扎进佛法里出不来，不知道佛法与世间法本无分别，而你却把佛法与世间法对立起来。一方面你能把佛法积极介绍给他人，令别人闻法受益，甚至使许多人离苦得乐，这很好，可却又把佛法当成绳索，把妻子儿女牢牢地束缚起来，甚至妻子女儿出门用点化妆品，你也会大加训斥，严厉批评。如果稍有不服你的批评，你声音会增高8度，暴跳如雷，把自己当成佛教里的法官、护法和卫士，好像天下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学佛者。听到佛门内一些不如法的事，耿耿于怀，凭3说4，虽然你有一定的政治正觉，但满眼皆是是非，遍地都是外道。要知道，世上一切皆有因果，真是修行人不见世间过。你若有对与错的知见，自己的心就先着了魔，进入了魔境。要知道，就是真有外边的魔，也没什么可怕，应把魔当成帮助你成佛的善知识。当年释迦牟尼佛做忍辱仙人为割力王割截身体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非但不心生嗔恨，反而发愿将来自己成佛后，第一个要度割力王，这才是佛的知见、胸怀和境界。你知道当你对妻子女儿发过脾气后，他们的心理感受吗？他们被你压制住，怨气释放不出来，最终全都闷在心里。现在孩子病危了，你非但不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怨起了佛菩萨不保佑你。佛菩萨再大的神通也敌不过你的业力。你的女儿是个要强的好孩子，工作上总想干出点成绩来，把事情办得锦上再添花，因此她付出了超出自己极限的体力和心力，甚至常常忘记吃饭。久而久之，必然造成胃的内伤，积劳成疾。痛苦被高昂的工作热情所掩盖，一直到病入膏肓时才去就医，为时已晚。我说的情况对吗？你还怪佛菩萨吗？听见老和尚发问，老居士无力地说：
师傅，难道我女儿就没救了吗？我求求你救救她，她还年轻呀。你还没告诉我刚才我讲的情形对不对？全对全对，我真是钻进佛法里出不来了，是我害了我心爱的女儿，女儿要是走了，我也不想活了。你死了，你太太也活不成了，她的上腹部10年前就有一个曾让你摸到过的硬块，是吧？听闻此言，该居士大惊失色，突然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并且双膝猛地跪倒在地，用双手击打自己的头部，无比悲痛地说：观世音菩萨啊，我愿下无间地狱，永结永世，不再出离，以换取女儿的生命。观世音菩萨啊，是我对不起我贤惠的妻子，她在10年前就让我摸过她腹中的硬块，我从没想到过她会夺去人的生命，我真的愚痴啊！我的太太30年来一直是夫唱妇随的贤妻良母呀。我要学佛，她跟着；我要吃素，尽管她心里不愿意，也跟着我吃了这么多年。后来我提出要分居，断淫欲，而且说分就分，从未想过别人的情感。她也是个有7情6欲的人呐，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很精进啊。现在我才知道，这哪里是在学佛呀，我简直是个给别人制造痛苦的魔鬼呀！只顾自己，自私自利，我白活了这50-60年。见老居士不停地在那儿忏悔，老和尚又说道：我也没有说你女儿一定要死啊，你怎么不问一下求生的方法呢？接着老和尚平静而缓慢地说：佛法是妙法，一切为心造，心能令你堕地狱，心能令你成佛，心能令你患病死亡，心也能令你化解寒冰，转危为安。大悲咒是万能的良药，能治84000种疾病，但需要真诚的忏悔做药引子。你的女儿假如真的好了，你是不是还要接着发脾气呀？绝不发脾气了，我要重新做人。对，要想成佛，先要学会做人。佛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佛是大觉者，有无上的智慧和神通，可他却从不向谁发脾气训斥人。佛讲的法是让你明理的，明白道理后，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去实践佛法，这叫明理即是。我们天天都会遇到许多不能预料的事，因为你已明理，就是你已懂得佛法，所以你就不会被境所转，而会如法的解决处理事情，也就是明理即是。发脾气是修行人的大忌，火烧功德林不是妄说。如果不改掉这个坏脾气，无论一天念多少部经，讲多少次法，度多少人学佛，你自己都出不了3界。发脾气本身就是无明的表现，无明就是不明白，你自己都不明白佛法，又怎么可能很圆满的度人？在当今的年代，男孩女孩只要有了政治正见，能够守5戒修10善，甚至能够吃长斋，太难能可贵了。如果你硬要拿出对出家众的戒律去求全责备，是你自己愚痴，这是拔苗助长，你会让他们逃离佛门的，佛法也会为此变成让人敬而远之的怪物。六祖大师不是讲，如果离开世间去寻找觉悟成佛之路，就如同在兔子头上寻找兔角一样，是永远找不见的。女孩出门化点淡妆，穿件漂亮衣服，只要内容是健康的，都是有益的，不一定非要24小时念佛号才是精进。能够知佛法，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就是念佛嘛。生活在世间，面对生活中的形形色色，明理即是，有则法眼，无所住而生其心。至于到底还要不要坚持吃素的问题，有的居士信佛几10年了，至今不还是在吃3净肉吗？这没有什么对与错，是个时机问题，机缘到了，水到渠成。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有吃肉喝酒的，有吃斋念佛的，一桌2制没有什么不对，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桌多制的嘛。六祖大师在特殊时期还吃了那么多年柳边菜呢，那个菜没有沾上肉味吗？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代祖师啊。不要懂了一点佛法，就将自己立于佛法之上，指手画脚，充当佛教的警察，等恶果形成时悔之晚矣。天主教、基督教讲博爱，也是佛教的观点。
我们要以佛菩萨的博爱心感化众生走进佛教大门来，而不是用争、斗、指责、训斥的方法。最后，愿意帮助他女儿转危为安的居士，明天上午8点开始在大殿拜7遍大悲忏，回向法界众生。也请你告诉你女儿，明天开始在家里自己念地藏菩萨本愿经，一直念到她完全康复。今后她可以专念地藏经，你自己在明天拜过大悲忏之后，开始拜3部梁皇宝忏。拜忏时要用心拜，就像你刚才那样才是真忏悔，否则什么忏和咒也不灵的。刻骨铭心，惊心动魄，才能感天动地。各位居士是否愿意做这件功德呀？愿意。声音是客厅的玻璃，瑟瑟有声。老和尚笑了，笑得像孩子般的开心。他那布满了年轮的脸庞，如同绽开的夏日莲花，是那样的动人，令人目不暂舍。众居士们都知道，老和尚从不打妄语，只要你照他说的做了，没有不离苦得乐的。临结束前，妙法老和尚吟偈诵一首，令人深思：空即色来，色即空，佛法演绎妙无穷。以身试法发人省，菩萨常现苦海中。若要成佛先做人，度己度人度众生。常学弥勒开口笑，开怀能容尽虚空。不骑马来不骑牛，不紧不慢最适中。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希望各位在家居士谨记，念佛人应先以随缘吃肉为基础，一面努力修持，渐渐感到食物美味是假象，粗茶淡饭亦如真修。营养也不必执着，常静坐念佛，身体拜佛，身体自然健康。待有修有证时，再善巧方便引领家人，一切人都能戒杀吃素才是。佛门修行论道吃，尽皆是不非时时，过午不食，即日中一食，这才是佛弟子更应该努力的方向。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